我都说了，我没有杀人。干的坏事儿还能把手划伤了。来呀，报复我！这个温小婉很有可能是自杀。那温小婉手臂上那一行字是什么意思？我问过杨子，她也不知道这个老地方指的是哪里。她为了让她的男朋友永远记住她，就在她男朋友每天都会经过的电梯里自杀了。这样的动机还不够充分吗？救命！据报案的人说，现场的门是反锁的，而且半地下结构的厨房窗子非常窄，根本爬不出去。所以说，杨子应该也是自杀的。哎，你自杀之前会给警察打电话喊救命吗？别太早下结论，说不定真是密室杀人呢。煤气管道断口异常的平整，应该是人为剪断的。哎，他在干嘛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正在判断死者与爆心的位置关系。爆炸的时候，死者是背对爆炸物的。这你都能看出来？来，高老师给你做个科普啊。这爆炸的时候呢，会产生强光，人啊会下意识的紧闭双眼，所以褶皱的皮肤是不会被火烧到的。所以，面对爆炸物的鼻根部、眉间，还有在眼眶周围呢，就会有顺着皮肤纹理的细纹，但是他没有。死者如果是自己点的火，他不可能背对爆心啊，除非有两种可能：一是他死后被炸，二是别人点的火。那如果是别人点的火的话，煤气的爆炸速度那么快，现场怎么没有其他尸体？你们昨天真的没有人跟他说过话吗？杨子都被女鬼缠身了，这谁还敢跟他说话？这也太晦气了吧！是啊，现在他不就被女鬼招过去了吗？那你们当中，谁是昨天最后一个见到杨子的？是我。以我们刑侦学来讲，有一个定理：最后见到死者的，通常都是嫌疑最大的。不关我的事。昨天他在食堂就不对劲了，两只眼睛都没有神了，就像被勾了魂一样。哦，你观察的还挺仔细的啊。我也不愿意，谁让我跟温小婉同一间办公室，他又要去收拾温小婉的遗物，哎呀，真是晦气。他帮他收拾遗物，是想好好处理死者身后的事情。那干嘛要自杀呢？你最后跟他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，他一进来我马上就出去了。他自己收拾到一半，突然跑出去，可能跑去厨房自杀了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收拾到一半，那遗物在哪儿？能确定的是，死者确实是被炸死的。从他胸口的出血量可以判断，他的主动脉弓应该被割断了。这个才是真正杀死杨子的凶器。哎，他不是被炸死的吗？这也算是被炸死的一种。这个碎片被爆炸力抛出去之后，成了一把锋利的刀，割断了死者心脏上最大的一颗动脉。而且你看这个速度，一定是爆炸所致。还有这个出血量，更能证明杨子是被爆炸所伤。不错啊，背的比我还熟。哎，
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自杀之前还在嚼口香糖哎。如果死亡是因为爆炸，那么这场爆炸就一定不是一个意外。首先，他被打晕，然后凶手制造了爆炸。凶手剪断了煤气管道，接下来的口香糖粘在了灯泡上。厨房的门是反锁的，窗户又爬不上去。在这个空间里边，唯一的出口就是传菜口。救命！灯泡烧到了一定温度，再加上它的表面粘着口香糖，灯泡爆炸了。在一个泄满了煤气的空间里面，只要有一点火星，都会引起煤气爆炸。他就是这么死的。口香糖上的 DNA 经过高温灼烧，是不是已经检测不出来了？那肯定检测不出来的。目前我们只能简单的判断凶手的体型偏瘦。以传菜口的斜线对角线为最大参照物来讲，他的臀围应该不超过90公分。那就排查酒店内的所有员工。你为什么会认为是酒店内的员工呢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杨子的死跟温小婉和王金来都没有关系，是吗？他们的死因都已经确凿了，你为什么会认为三者的死是有关联的？其实往往越简单的事情越没有那么简单，你越不想发生的事情才最容易发生。小朋友，要不然回去看个电影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我的尸检报告。OK。我帮他调查了监控，这个罪犯要么是足够幸运，要么他就是对监控了如指掌。我觉得后者更靠谱。概率小，不代表不可能发生。可是我还有一个发现，你们想知道吗？看来不是从酒店监控录像里找出来的。我们要感谢1419的偷窥狂，他给了我们不少证据。一般偷窥狂都会有连锁爱好，所以我切入他的电脑，找到了这个。他把监听器安在了窗户旁边，所以天井里的声音全部收进来了。能从敲击的声音里面判别出敲击的材料吗？我不懂声学材料，但是有人懂。死者的后脑曾经被重击过，而凶器呢，应该是个碗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距离这碗肯定碎。陶瓷碗肯定不行吧？那如果要是金属碗呢？我在死者伤口附近的血液里边找到了很多金属残留，所以有可能是金属碗。我怎么老觉得这个酒店里有人故意逗我们玩啊？死者的帽状腱膜大量出血，证明他之前被人拽着头发拖行了一段路程。如果不是复仇，案发现场应该离厨房不远，拖着头发，太费事了吧？还有更奇怪的，死者的眼角膜无缘无故的不见了。眼角膜不见了？要是有人花这么大功夫跟咱们玩啊，我们倒是应该好好的陪他玩玩。
好吃吗？随便吃啊。哎呀，我一直觉得你们酒店的员工呢很奇怪，明明又时尚又年轻，怎么会跟我隔壁那个老太婆一样这么迷信呢？我们老板就挺迷信的呀。对，你有没有听说我们老板当初建这栋酒店的时候挖出来一个墓啊？那挖到冥器了吗？哎，大叔，这您都知道啊？原来他发了死人财啊！哎，这你也知道啊？怪不得这个酒店这么邪，原来他是偷了死人的东西，人家不高兴了，他还敢在这里天天待着，他一定是藏了一些护身符啊。有没有好像一些碗呐、金器啊类似的东西啊？聚财碗，专捞偏财。就这个。啊，这你也知道，我们老板当初就是从古墓里拿出来这样一个碗。不过听说，自从老板带了这个碗在身边之后，我们酒店啊就开始出现自杀、闹鬼的事儿。那他为什么不把这个碗扔掉呢？那当然不行啦！你看我们这酒店生意冷冷清清的，不过老板却偏偏莫名其妙的越来越有钱，这不就是那今晚的作用吗？那个碗经常后半夜从天井里传出声音来，话说10多年前跳楼的那个就是从天井跳的，据说冤魂一直藏在酒店里出不去。哦，哎，接着吃啊！刚刚我用拟声器建了模，这个敲击声与筷子敲铜制碗边的声音有84%的相似度，同时碗里会有水，所以声波会更加复杂。是不是这个？可是呀，我们该交交心了吧？我要判几年啊？那就看你配不配合了。你被抓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搜过你的包，但是我的同事没有想到，你包里这个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酒店里面还有谁有这样的碗？别人要是有，我还费那么大劲干嘛？我和王金来那个老变态是有过几次交易，他随身带着这个金碗。有一次他高兴了就告诉我，这碗是几百年的古董。其实这个是仿古镀金的铜碗。不可能，我是亲手从他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来的，不可能会错的。除非，是不是你们办公室里有人调包？奇怪啊，是挺奇怪的。回字形的楼，风水中说人在井中就难以出人头地。你对这个还有研究啊？这上面写。哎，你快看，这酒店上上下下的员工都这么迷信，不可能不知道这大凶大煞的风水布局啊。你傻笑什么呢？哎呀，这本书啊，应该叫《笑话大全》。哎，我给你看一条啊，特别有意思。猫头鹰飞过屋顶，屋内必有大凶。怪不得霍格沃兹死了这么多人。你这书哪儿来的？万千碗的遗物啊。哎，奇怪的是，这本书没有出版字号，也就说明这本书是私自印刷出来的小册子，可能是某个人送给他的。
这个字，啊，这个字我鉴定过，跟温小满手上的字一模一样。那就是说是有人在他的手上写了这几个字。这个我不知道啊。哎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我们就用这个见鬼使法，把文小满的魂儿勾出来，问问他，啊？还有更奇怪的，他的眼角膜无缘无故的不见了。凶器找到了？没有啊，凶器不是这个。难道真的被调了包？当了这么多年警察了，第一次有人从警方的眼皮底下偷警方的东西。死者有没有被剪掉一撮头发？哎，杨子的头发有没有被剪过？他头上的头发被剪过，你怎么知道？所谓见鬼使法，第一条，在黑暗中找到一个盛满水的碗，敲。这几天都没有下雨，怎么会有人把烧纸烧到一半也把它浇灭了呢？除非是他一边在烧纸，一边拿着一个盛满水的碗，他在招魂。然后呢？将死人的头发放在枕边。第7条，尸体是在手鉴定设备的时候发现的，是我报的案。死亡时间基本可以确定了，比杨子晚，应该在凌晨6点钟左右。致命伤就是他额头撞击伤，凶手应该是抓着他的头，狠狠地撞在了这个桌的桌角上面。凶手是撞了很多次才把他撞死的。现场的指纹呢？除了死者的，没有发现其他人的。凶手应该是戴着手套的。他脖子上这个痕迹，应该是被凶手威胁的时候留下来的。一个非常理智的凶手，为什么不一刀捅死他，要这么大费周章？这种杀人方法是有它特殊意义的。我记得1974年，在美国加州的旅店里，曾经有一名妇女吞吃丝巾而死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妇女和他情人约会的时候，脖子上系了一条颜色非常奇怪的丝巾，他就会认为，情人之所以拒绝他，就是因为这条丝巾。悔恨加羞辱感，导致他吞掉丝巾，卡住喉咙，窒息而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木桌子有特殊的意义？其
其实我早就觉得这个旅店奇怪了。徐淼，48岁，离异多年，在1419房住了半年。来 ，Coffee time！ 谢谢。那，你的咖啡。怎么了？今天状态好像不太好啊。这4个死者没有任何的关联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，不是专业犯罪。现在没有明确的线索。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，凶手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，因为他有招鬼的行为，而且他能够杀死2个正常的男人，一定不是女的，虽然块头有点小。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确定不了啊，没有证据就不可以并案处理。先从死者的人物关系入手看看吧。1419的房门没有被外力破坏的迹象，而死者呢又习惯常年挂着安全栓，就算服务员有房卡也打不开他的门。能让他开门的，一定是他最要好的朋友。我去查一下他的通话记录。哎，等等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我在他枕头底下发现的。不，重点是他每天晚上都一样。这个人有奇特的夜生活习惯。最怪异的是，每层楼层监控都没有拍到过他出电梯，他就像是10点被电梯吞了，早上5点又被吐出来一样。哎，这个电梯怎么坏得这么频繁？你知道开设赌场要判几年吗？真的不关我的事。酒店闹鬼的传说是老板，是王英来让我们散户的。怎么可能？他是老板，干嘛要砸自己的场啊？酒店刚开业，就有人因为赌得倾家荡产，在酒店跳楼自杀了。老板为了掩盖赌场的秘密，就捏造出古墓的传说，
说那个人是被鬼报复的。你戏演的不错嘛，干嘛不去当演员啊？这些都是王金来教我的。他为了让人相信，还到处显摆他的假古董金碗。那个金碗本来就是假的。是的，我从旧货市场花100块帮他买的。看来他算是死在自己散布的谣言上了。哎，校长，辛苦了，就一辆。谢谢啊，我不吃这个。啊？这上面很多防腐剂的，影响智力。哎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俩了？是啊。那我换个地方。哎，不用，我看你最近状态不好，遇到什么问题了？你可是智商160的天才少年啊！哎呀，全是问题啊！首先，这些死者的之间毫无关系，而且我也不知道招鬼的人跟酒店有什么关系。况且他们的死因都很奇怪，温小婉是项链勒掉了脑袋，杨子呢是被炸死的，王金来呢是在床上被淹死的，而徐淼木头抽死磕死。这里没人，但是2个保安的手机都已经关机了。但是他们开机的最后显示位置，确实是这个值班室。他就是那个招魂的人，而且烧的是他母亲的魂。找到杀死杨子的凶器了。
字迹完全一样。温小婉手臂上的字就是他亲手写的，你看。你在找什么呀？就是这个，上面写的很清楚。五鬼运财的大法就是将5个金木水火土不同命运的人，用5行的方法杀死，取其魂魄，炼成小鬼。温小婉命中带金，而酒店老板是水命，杨子为什么会被炸死？因为他命中带火。徐淼五行属木，于是把他推到木桌子上磕死，是吗？他们觉得五鬼集齐了4个，最后1个很快就会回来，所以不会收手。乙巳年11月15日子时，两水4火2金。乙巳年11月15日子时，两水4火2金。1个金，1个水，2个火，4个土。土旺！糟了，他们有危险！哎，你说我在这真能看见我妈吗？就算这里3天没有人收拾房间，也不可能会积这么多。除非是同一个楼层有人在施工啊。而且这里不止1个出口，否则他们每次出门的时候，都会经过酒店的监控。楼长，还差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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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住手！还差一个！
是，那天晚上跟他说过一些事情，他不听啊。我承认，那天晚上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运气特别的好。快跑！快跑！警察来了！快跑！胖保安告诉你五鬼运财，最后你却把他给杀了。是，我是把他杀了，但是我绝对不会亏待他。我给他找了全中国最好的风水宝藏穴，我要让他的子子孙孙福泽无穷。你真是走火入魔了，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。反正有钱才是王道。我曾经找过一个高人给我算过，他说我这辈子见到我妈，一定要帮我把话带给她，就说我在老地方等她，一定啊。你给我站住！说你呢！公园已经关门了，你不知道啊？啊！